卡塔库利和路飞的对决多少是有点玩赖了，人家路飞个子比他小那么多，而且还是赤手空拳。卡塔库利拿着个大叉子对着路飞就是一顿戳，那叉子都快比路飞高了，这让路飞怎么玩？敌我双方的阵容就不行，路飞被卡塔库利一顿吊打，好在血厚防高，不至于提前 JJ。为什么路飞就没有想起来对抗克里加时候的绝招吃呢？卡塔库利用叉子戳了路飞整整有5分钟，二人打斗毫无进展，不得不怀疑是动漫组的有意拖时间。5分钟后，卡塔库利的招式终于有了变化，想起来原来自己戳叉子还有一双大长腿，赶快用一下。于是他用大长腿踢了路飞3分钟，路飞用出大招灰熊冲，卡塔库利用自己的叉子对抗，结果当然是卡塔库利队赢了。然后又是一顿你来我往，路飞搞得很头疼，用霸气也打不中，不用霸气也打不中，逃走又会被追，回头还会被杀，很尴尬。卡塔库利再次发动攻击，路飞想要去抢他手中的叉子，卡塔库利轻易的避开了路飞。接着卡塔库利用出自己的年糕，将路飞摁在了地上，路飞动弹不得。到此为止吧，不论你怎么躲，我都能看到未来。路飞一通挣扎，但是毫无作用。卡塔库利举起叉子对准了路飞的脑袋，打算一招结果了他。卡塔库利将叉子刺出去，发现叉子动也不动。他回过头，看到路飞用双脚将叉子死死掐住，接着路飞灵活一闪，从卡塔库利的手底下挣脱出来。路飞自信一笑，我用脚抢到了。然而其实这个时候路飞已经注意到了卡塔库利招式的一个特点，他那个预知未来的见闻色霸气不是被动技能，而是主动技能，所以他也有分神的时候，他也会有漏洞。卡塔库利将手掌摁在地上，觉醒的果实能力影响到周围的地面，地面蠕动起来，化成一滩黏糊糊的糯米，糯米的范围越来越大，就像是海浪一样涌动起来。路飞吓得蹦了起来，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一招我认识，是多放了明哥的那一招。在德雷斯罗萨和多放了明哥一战中，路飞第一次知晓了果实能力觉醒的概念。超人系恶魔果实更上一层的修行成果就是觉醒，觉醒后的果实能力能够影响自身以外的事物，攻击范围和攻击强度大大增强。卡塔库利这等级别的高手拥有果实能力觉醒技毫不稀奇。路飞试图从糯米海洋中逃走，糯米将路飞死死粘住，死死缠在路飞的身上，挣也挣脱不开。正所谓坏人死于话多，卡塔库利举起自己的叉子，却不急着将路飞干掉，而是让路飞自己选择一种死法，要么被叉子戳出几个洞漏气而死，要么就被埋在糯米海洋中憋气而死，你自己选吧。路飞一听，不管是哪种死法听起来都很难受，那我就选择不死吧。路飞咬住自己的手臂，卡塔库利用见闻色一看，看到路飞变成4档的样子，卡尔冷哼一下，既然自己都已经知道这是路飞的3项技能了，还能眼睁睁的等着他变身吗？路飞吹起自己5上色的手臂，卡塔库利用糯米把路飞一顿暴揍，然后指挥周围的糯米压上来，将路飞深埋其中。你完了，没人能从我的糯米团里逃脱。糯团一层又一层，像这样宝塔一样，将路飞死死的压在了下面。卡塔库利掏出怀表看了一眼时间，你已经严重耽误了我的下午茶，你安心死在这儿吧，我去喝下午茶了。卡塔库利丢下路飞自生自灭，自己转身蓦然走开。他走到距离路飞不远的地方，丢下叉子，大喊一声西点士，角落里立刻传出回应声。3名小个子西点士拉着一个板车从角落里飞奔而出，一边跑卡塔库利的臭脚吹彩虹屁，一边飞奔到卡塔库利面前，齐刷刷的立定敬礼，然后向卡塔库利奉上今日的下午茶甜点。今日的下午茶甜点有上等可可做原料制作的甜蜜巧克力甜甜圈，最高级的鲜奶油做装饰的草莓甜甜圈，以及加入了天龙人御用砂糖的黄油甜甜圈，还有一杯已经凉透的红茶。西点士战战呵呵的看着卡塔库利，卡塔库利表示凉了的红茶也可以吃就完了。每天按时享用下午茶是卡塔库利雷打不动的习惯。战斗之后身体消耗了太多能量，而糖分就是能量的主要源泉，甜食搭配红茶是卡塔库利最享受的能量进取时刻。卡塔库利对今日的菜名很满意，但他并没有急着往嘴里塞，而是糯米团子挤出一个小小的神灶，自己带着甜甜圈和红茶躲进神灶里独自享用。进去之前，卡塔库利推交代西点士不要让任何人进来，这是卡塔库利的特殊小癖好，被称为完美主义的卡塔库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露出破绽。本来吃饭是一件放松的事情，但是卡塔库利都是一个人独自进食，就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卡塔库利吃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3个西点士在一边背台词似的介绍了一下卡塔库利独自吃饭的背景。突然，一个甜点师发现，本来压着路飞的那一团巨型糯米塔正在不断的蠕动扭曲，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来。哇的一声，吃糯米吃到肚子红晕的路飞大叫着从糯米塔里跳了出来。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和这里的海贼战斗不吃点什么就赢不了了吗？西点士大骂，能用吃了解决战斗的只有你这种吃货吧。路飞四处寻找卡塔库利，用见闻色霸气感应到了糯米神灶里传出很强的力量。路飞捏了捏手指骨，表示很不满意，自己在这里吃没味的糯米，那家伙居然躲起来，自己偷偷吃香甜的甜甜圈，有好吃的不分享，这对一个吃货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侮辱。路飞从糯米塔上跳下来，向着神灶相反的方向逃走。3个西点士一愣，随即发出嘲讽的笑声，果然是弱小海贼团的船长，现在恐怕已经知道卡塔库利的厉害，趁机会逃命了吧。
30跳绳还没有结束，路飞又大叫着跑了回来。急什么？我去减了个肥，留肚子吃甜甜圈。刚刚吃糯米吃到肚子红圆的路飞，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吃马，一边挥动拳头，一边向神社冲过来。3个西点之下的赶忙阻拦路飞，警告路飞不要接近神社。但路飞只能听他们在那里放弃，跳起来直接一个向枪，将神社砸了个稀烂。3个西点士吓傻了，本来他们以为会看到卡塔古里十分庄重的坐在那里，对他们怒目而视，没想到他们看到了这辈子都不敢相信的画面。卡塔古里摘下了面罩，正轻松地躺在地上，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嘴里塞甜甜圈。他的嘴巴看起来就像是《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食人花一样。卡塔古里完全放松的时候，见闻色霸气几乎降到了0，他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房子被路飞锤了个稀烂。吃着吃着，卡塔古里感觉气氛有点不美妙，睁开眼后他呆住了，房子没了，敌人路飞就在眼前，另外还有3个呆住的西点士。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此时卡塔古里的耳边不断回想起妹妹布雷的话。卡塔古里哥哥可是超人，他从来没有用后背接触过地面，是一个每时每刻都俯视大地的男人，总是那么高贵、冷静、强大，是个完美的人。卡塔古里对路飞等人怒目而视，你们看到我吃饭的样子了吧？这一刻，卡塔古里所有的人设都崩塌了。两帮助路飞根本没有注意到卡塔古里的脸和嘴巴，在他眼里，可能卡塔古里戴不戴面罩都一个样。路飞嚷嚷着要和卡塔古里继续决斗，卡塔古里拉上面罩，冲向那3个吓得浑身发抖的西点士，哐哐几招将3人瞬间秒杀。卡塔古里很在乎自己的相貌和丑陋大嘴，但是路飞丝毫不在意，他最在意的就是怎么能赢了这个男人。卡塔古里此时已经接近暴走，情绪在失控的边缘。干掉西点士后，卡塔古里冲向路飞，2人武装色拳头互殴。然而同样是武装色，路飞却感到一阵剧痛传遍了全身。武装色是有强弱之分的，乡巴佬，你拿什么和我决斗？你这种人和虫子差不多。卡塔古里对着路飞一顿猛锤，把路飞打倒后冲过来，又是一顿输出，把路飞打得嗷嗷直叫。一个暴击之后，路飞被打得起不来身。卡塔古里凶神恶煞地走向路飞，双手的武装色霸气，甚至还迸发出可怕的红黑色光芒。看见我真面目的人都得死！卡塔古里极快的速度冲向路飞，这一拳下去的话，估计路飞的脑袋就要被打爆了。而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路飞竟然看穿了卡塔古里的下一步动作，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做出反应，一个踢腿正中卡塔古里的下巴。他终于击中这个号称永远可以躲过他攻击的人物了。卡塔古里拉来面罩，盛怒之下继续攻击，路飞轻松躲开。这时，路飞的脑子开始回放之前和卡塔古里战斗的画面。那时候，自己无论怎么攻击都无法打中卡塔古里的本体。他一度以为卡塔古里有什么神秘的能力，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卡塔古里能力的秘密了。卡塔古里怒喝一声：“你永远都不会超过我的！我要上了！”路飞成功化身4档，卡塔古里将周围的地面变成糯米攻击，无数的糯米攻向路飞，路飞迅速躲开，途中还不忘讥讽卡塔古里：“你虽然很强，但并不是无敌的。”胡说！路飞极快速度闪现到卡塔古里面前，一招冤枉枪，卡塔古里避无可避，真人被击中后弹飞出去。2人的战斗终于有了转机。天内之城，悠哉悠哉的指挥官蒙多尔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从自己布置兵力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可是还没有传来领地海军的警报。莫非藏王团没有逃出去？蒙多尔想要和兄弟姐妹们商讨一下战略。悲催的贝克穆斯在一边哇哇大哭个不停，搞得蒙多尔心烦意乱。贝克穆斯哭泣的对象是他的大哥，从小带着他一闯江湖的毛皮族同伴佩德罗。虽说立场不同，但是应该没有人比贝克穆斯听到佩德罗的死讯更难过的吧？是啊，本杰表示很难过。雄鸡伯爵站出来，半真半假的说道：“蒙多尔气得大吼：‘你们为敌人难过个蛋呀！’”雄鸡伯爵回忆起5年前自己还是蛋蛋男爵的时候，和佩德罗短暂的相遇。那个时候，佩德罗流着泪祈求着活命，没想到5年后的今天，佩德罗却为了草帽一伙，甘愿舍掉自己的性命，掩护那伙人出海。雄鸡伯爵隐隐觉得有点不太妙，或许他们一直以来都太小看草帽一伙了。虽然现在草帽一伙还未成大器，但是万不可轻敌。蒙多尔一脸不屑：“你想说个什么呀？就这？”我表示呵呵，发个笑脸，你自己体会。雄鸡伯爵问蒙多尔：“你觉得草帽路飞远不及妈妈吗？”蒙多尔冷笑一声：“作为海贼，他们的级别都不一样，草帽路飞拿什么和妈妈比？”雄鸡伯爵指着一片狼藉的甜甜之城，反问道：“这个倒塌城堡怎么解释？”“巧合，巧合而已。”我大意了，没有闪。雄鸡伯爵对蒙多尔的固执想法无法沟通。自从草帽团登陆蛋糕岛，意外事件频频发生。茶会被破坏，暗杀杰玛66的计划被摧毁，山治被救走，大马暴走，蛋糕城堡变成一滩烂奶油。现在就连派出去的领地海军警戒网都没有传来关于草帽一伙的情报，这所有的巧合加起来就不再是巧合了。骄傲的王者必被绊倒。雄鸡伯爵背着手，建议蒙多尔以最严重的眼光看待目前的状况，就算是为了以防万一，就算是为了维护妈妈的名号，应该配备足以面对国家最高安全事件的最强舰队。看来这是一只明白鸡，是一只有着大局观念的鸡。蒙多尔虽然不甘心被一个区区的战斗员命令，但是就目前这种情况，他不得不承认雄鸡伯爵说的有几分道理。北极这边，
火焰坦克海贼团的海贼船正在蛋糕岛的内海上飞驰，属下来报，后方有大批敌人靠近。为首的是夏洛特家族第6女夏洛特·卡斯特德，这也是个狠角色。二话不说，直接让手下舰队对着贝基的海贼团进行炮击。谈判什么的最麻烦，直接炸沉最过瘾。贝基也不是吃素的，堂堂黑帮老大能让这么一个黄毛丫头吓住吗？贝基当即下令迅速调转船头，船头的主炮准备炮击。城堡号来了个180度掉头，船头的2个巨型主炮对准了大马海豚的舰队。维特一下令，几发炮弹轰了过去，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对方的几个战舰。贝基趁着对方修复战舰的时候，下令全速前进，加速溜走。加尔玛城堡里，文森莫克杀马特家族还在和大马团的杀手们纠缠，简直比路飞对战卡塔库利还要拖沓。一个长着猥琐八字胡的家伙用出自己的大招来攻击伊治，没想到伊治屁事没有，他摆摆手表示你个垃圾，带动我一下试试。另一边大马海贼团的战斗员使出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反正随便叫大招攻击尼治，一顿稀里哗啦之后，坐镇蛋糕岛的指挥蒙多尔就接到电话，电话那边自称是大马海贼团的一名战斗员已经在吉尔玛66铲除了。蒙多尔高兴的哈哈大笑，等了整整1天，终于等了一点好消息。然而他想不到的是，就这么一点点好消息，也是吉尔玛66耍他的骗局。大马海贼团派过去入侵吉尔玛王国的战斗员已经被文森莫克杀马特给打了个团灭。为了避免蒙多尔再派增援，伊治几个人想到用变声器欺骗一下蒙多尔。这时候打主动战可比打被动战要更顺手。尼治不仅欺骗了蒙多尔，还得到了意外情报，唐毛一伙人已经出海了，正向西边航行。挂了电话，大家看向伊治，伊治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们出海。”了解，我是剑锋君，咱们下期见。